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捣鼓音符的小胖。那今天是一个以编曲为主，略带点混音的分享。我最近学了 John Williams 的《哈利波特》的原声。你问我怎么学的？那方法特别简单粗暴，我用 MIDI 把原声复刻了一遍。那我学习的是海德为主题，那这可能是哈利波特系列原声里面最经典的一首。这首曲子全长5分09秒，可以看到在2分30秒的时候波形突然大了起来，那这是全曲情绪最满、配器最丰富的段落啊，这就是我今天复刻的段落。好，那我们先听听这段的原曲。不好意思，放错了，刚刚那个是我 MIDI 复刻的结果，那下面才是原曲。今天我们主要聊3个方面。第一，我们一起来学习 John Williams 的配器，看看他是怎么来编这段大管弦的。第二，是关于我在这段 MIDI 的制作技法。第三，是我的混音。那这一次所谓的8代学习，准确的说并不是学习怎么把音符扒准，因为总谱已经在我手上了嘛。那更多的是怎么用 MIDI 把音响效果做的是贴近原曲的效果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根据习惯，我在分析具体配器前，会把音乐的和声和旋律先抓出来。那因为这两者相当于是作者的动机。那 John Williams 是在有了这个的基础上，再去考虑这个旋律和和声怎么分散到整个管弦乐队的每个乐器里。那这个段落刚好是 C 调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整体的和声进行还是比较好理解。你看像1和5小节这个 AM 它都是1级组合弦，那8小节的 FM 到 EM 是6级接5级，那这种节奏方式也很好理解。那9小节可以理解为是8小节的重复，可以起到强调的作用。那我们在戏剧或者视频配乐中，有时候为了拖时间，或是为了等画面情绪上的一个点的到来，那这种重复最后1小节和声的技法也比较常见，只要在配器上不断去推高它就可以了。然后3小节转到4级的 DM 也很好理解，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和声进行的大框架都是常见的套路。但问题来了，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不会有魔法感，所以就有了2小节的 AM 转升 AM 再转回 AM，6、7小节的 AM 转 CM 再转升 AM 再转回 AM 这几个连接。那对于这几个，我个人倾向于用离调的思维来理解。那离调的小3和弦非常具有，你要说魔法感也可以，说神秘感、诡异感，其实都可以。总之会带来很强的张力。那不仅是哈利波特，其实像星战、艺伎回忆录、John Williams 都用过这种方法。那我们以后有空再说。那如果你不确定离调是什么，把它理解为是在那一小段里快速的转调也行，然后又快速的转回来。那如果我们尝试用功能和声来理解这几个，也就是说几级几级的和声，就反而会纠结于它为什么要转到这个级数，然后这么转的背后有什么和声功能的依据啊？好，那么接下来4小节的3、4拍值得单独一说。我们在听原声时就可以发现，音乐进行到这里时特别抓耳，魔法感十足。这是为什么？那从表面上看，当然你可以说它旋律上使用了升 V， 但从更深一层的说，我们还可以说它和声上使用了 F 的半减7这样一个富有张力的和弦。那我们还可以再做更深一层的分析，原声里前3个小节的低音一直卡死在拉，所以准确的说，前面几个和声应该是这样，分母表示低音，
那 John Williams 这样做的目的，就可以在前3小节一直 hold 住张力，然后在第4小节的3、4拍全部释放掉，就像这样。不过 DM-A 我是能理解，但你看看，即便是像升 AM 这样跟 A 格格不入的和声， John Williams 都要把低音卡死在 A 不动。那这样给我带来的一个特别好奇的点就是 A 和升 AM 它要怎么配器才不会乱？那我们等一下一起看看。此外，4小节3、4拍这里，总谱上基本所有乐器都出现了重音符号，所以我们可以说 John Williams 也确实意图突出这个点的张力。OK， 那么旋律和和声都搞定，也就是说了解了作曲家的原始动机后，接下来我们看看具体的配器。那这次我们先看铜管，是因为主旋律在小号上，我想先从它开始说起。那编制上，铜管是4把圆号、3把小号、3把长号和1个大号。那首先3把小号在共同表现主旋律，小号1在演奏主旋律，小号2比1第3度，小号3又比2第3度。那圆号的话，如果你们来编圆号，碰到这样一段情绪高涨的段落，然后小号又已经吹了主旋律，你们会怎么编呢？那如果是无知的我，估计会写的跟小号低8度差不多。但 John Williams 在前4个小节，圆号基本是在1、3拍用 staccato 在演奏和声，接着在4小节跟着强化拉到升 V 这个主旋律，直到6小节才一起演奏主旋律。注意最高音的圆号，也就是圆号1、3。那首先他们吹的是同一个音，所以4把圆号吹的是3个声部。第二，像4、6、7、8小节在做旋律支撑时，他吹的是比小号低8度的主旋律，而不是主旋律的5度、3度什么的。第三，这样 staccato 演奏和声的小节，那虽然是在做和声支撑，但是他们吹的也是主旋律上的音。那接下来是长号，如果你们来做，你们会怎么编这一段呢？如果是弱小的我，应该就铺一些和声的长音啊，垫在下面做一些支撑。但 John Williams 是这样编的：第1小节的第1拍吹一个 AM 的 staccato， 然后1小节就没了。那注意它的音区是在C4附近，紧接着2、3小节忽然下跳到 A1， 吹一个长音，贯穿2、3小节。注意这里大号也吹了 A1， 也就是说在大号已经吹了 A1 的前提下，长号没有选择去吹 A2， 而依然吹 A1， 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，看看 John Williams 在升 AM-A 这个和声下怎么配器才不会乱。那他的方法就是把低音，至少是铜管的低音极致的拉低。你看我长号也不吹什么升 AM-A 的主成音了，那我3把长号之间也不叠什么 A 的几个8度了，我甚至都不比大号高8度，我就跟大号一起3把统一吹一个最低的 A1， 这就是他的做法。那接下来的4、5、6、7小节，长号的编法跟圆号非常类似，也是一起去吹主旋律，甚至连音区也跟圆号一样。那这里我有个疑问，有思路的老师们求指点一二。8小节的长号变成了1个音，而之前和之后小节都是3个音，而且这个音也没什么特殊的，也不是主旋律的音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写？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？最后大号的话就是传统的走根音，在4小节的拉都升 Re 这个旋律这里，我们刚刚说了所有铜管都去强化它，那请问如果是你们编大号要不要跟着强化？那 John Williams 没有，那依然是根音。OK， 铜管一起播放，我 MIDI 复刻的效果就是这样的。在 MIDI 制作上，这次的音源是好莱坞弦乐、好莱坞铜管、柏林木管2。那铜管我用的绝大部分都是大家熟悉的长音和短音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短音有个叫 Mosby 的音色，可以用 CC1 来控制 staccato 的长度。那我用它来制作小号那段主旋律时，就可以得到一个每一个音长度都不大一样的 staccato， 那就会比较自然，不至于太呆板。当然，实际用起来也没那么理想化，因为调节长度的本质是切换采样，所以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，比如说过了某个临界点，那采样就会突然变化。以及说调短了采样，你就感觉好像太短了；那调到下一个采样呢，你就觉得好像太长了，这样的情况。
我们从原声碟的听感上可以判断小提在做爬音，但是中提在干嘛？或者说这类曲子你们怎么编中提？一起走爬音，还是贯穿一个大长音？那 John Williams 是这样编的，中提是均匀的8分音符的 Marcato， 但如果 MIDI 真用 Marcato 的话，似乎没法听。那所以我用的是长一点的 Staccato。那另外注意，虽然中提做的是和声支撑，但高声部的中提其实走的也是主旋律线。如果是肤浅的我来写，估计就只能关注到和声的组成音了。那大提和低提走的是相隔8度的根音、长音。那如果是渺小的我，那可能一不小心就让大提、低提跟中提一样，大家一起 Staccato 了。OK， 这几个声部合起来是这样的。小提的话，我们听原声已经能听出是爬音，但如果是无知的我，估计会写成那种单调的爬音。但你会发现，像这里的升 re mi， 还有这里的 mi 升 re， 其实都是主旋律的一部分。当然了，4小节的拉哆升 re， 那肯定是一起去强化它。所以这一段小提的写法其实是把爬音和主旋律糅合到一起了。2提在爬音阶段跟1提是一样的，那直到8、9小节才逐渐分开。在 MIDI 制作中，小提的爬音我用的是 Runs 的演奏法。那我们听听弦乐我 MIDI 复刻的效果。听原声时，我们能感觉木管很丰富，那时不时就啾一下窜出来。John Williams 究竟是怎么写的呢？或者说你们会怎么写这段木管呢？那从编制上 ，John Williams 用的是1短笛、2长笛、3双簧管、3单簧管、2巴松，还有一个 contrabasson。那其中短笛可以切换成长笛，一个双簧管可以切换成英国管。那由于我的柏林木管2没有 contrabasson， 所以这个声部我就没有写了。但问题不大。因为它在谱子里基本就是跟巴松相差8度。那先听一下我复刻的效果。从听感上看，木管整体展现出来的还是主旋律的感觉，然后在主旋律的基础上做一些比较灵动的变奏。那我们从上往下具体说，短笛是跑在主旋律上的，它跟长笛2、长笛3的间隔都是3度，这3度。3个 OB 之间基本也是间隔3度，音区在C5附近，比短笛低8度，跟小号同一个8度。3个单簧管之间基本也是间隔3度，音区跟双簧管一致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会发现木管音符的使用非常严谨。即便是经过音，不同木管乐器之间也会做和声上的匹配。那你看一下这种地方，如果单独看木管，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和声了。不过也正是这种音的存在，大大增强了整个曲子的魔法感或者说神秘感。到了巴松，那如果是你们会把巴松写成长音还是短音呢？那如果是无知的我，可能就差点写成短音了，因为上面的木管都很跳嘛。但 John Williams 写的是长音，他选择是跟弦乐的低声部一致。此外，巴松4小节也挺有意思， John Williams 让巴松的1往高跳到C4音区去传它主旋律，然后巴松2和 contrabasson 就留在低音区继续走根音。在 MIDI 制作上，木管我用的都是柏林木管2里面的 multi 的音色，它靠 key switch 来切换不同的演奏法，所以我基本上是一个乐器一轨搞定。关于木管，我有几个疑问，知道答案的老师们求指点一二。第一，
单簧管写得很高，跟双簧管是在同一个八度内，这就导致单簧管和双簧管很多音符都是重合的。但我们知道单簧管这件乐器其实音域宽广，它完全是能低得下去的，而且即便低八度也才C4而已，不至于太低。那 John Williams 没有这样做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那我个人猜测是由于木管存在很多和弦外音，那诸如这些 John Williams 想把这些音尽量往高处靠，那这个道理跟刚刚讲长号是一致的。我不知道这个猜想对不对。第二个疑问，1/2小节的 OB2 写法，它跟 OB1 不是3度排列，而是5度，而这就导致了 OB2 和 OB3 完全重合。那么它为什么不选择两之间3度排列呢？你如果说因为那个位置有单簧管，我觉得是说不通的，因为这几个小节单簧管和双簧管重合的地方那不叫多了去了。那么是因为双簧管不能排列的太密集吗？我不知道，求大佬指点。但是7小节的 OB1 和 OB2 是相隔3度的。第三个疑问，第1小节之前的2小节 OB3 这一小段旋律，如果在木管组里做纵向对比是这样的，那你会发现有2个音跟其他轨形成了大2度和小2度，而且这个所谓的其他轨并不是别的，那就是 OB2 啊。根据 John Williams 的音符严谨性，我不大相信他在这个地方会这样写，而且除了 OB3 没有任何一个乐器在走这条旋律或者它的8度，所以 OB3 这段旋律有点诡异。对此呢，我有一个推测，就是这一段其实是英国管的旋律，那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，因为 OB3 这一行同时也会记英国管的谱，而英国管是 F 调乐器，它在移调之后刚好会变成下面这条旋律，那么就对上了。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第一，这里特地写了 oboe， 第二，即便我们无视这个 oboe， 英国管在吹完这一小段之后马上换 oboe 接着吹后面是来不及的，通常只有在长时间的休止时才会换乐器，那干脆后面整段都是英国管好了。那这也说不通，因为英国管是移调乐器，后面整段现在是对的，那移完调之后反而就不对了，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写错了？如果是，当初录音的时候会不会也录错了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哈利波特原声里面包括了很多灵动的音色，很多 bling bling 的高频，这些音色其实赋予了整套原声很强的魔法感，你甚至可以说它们形成了原声的代表音色。那第一个是 Celeste， 中文叫钢片琴，那它是个键盘。第二个是 Glockenspiel， 中文叫钟琴，它是打击乐组的。当然竖琴也在，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竖琴读谱的小知识。比如你看到这样的 glissando， 那除了起始音和结束音，你怎么判断中间用了哪些音呢？那是这样的，竖琴有踏板，踏板可以对音高做升降，所以你可以这么理解，不同的踏板组合可以让竖琴演奏不同的音阶或者不同的调。那具体来说，一台竖琴从左到右7个踏板，分别代表 D、C、B、E、F、G、A。当踏板处于中间横线上时，那就是原始位置，其实就没有升降。当它处于横线下方时，那个音要给升号；处于上方时要给降号。举个例子，4小节总谱上标注的踏板位置是这样的。那前面说了，那个地方的和声是 F 半减7，所以是符合的。那小打里面有一个小铃铛叫 sleigh bell， 中文是雪橇铃或者马铃，还有三角铁、铃鼓。那上面这些乐器都是哈利波特原声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乐器，那其他的打击乐都是管弦乐里面常见的，那我就不展开了。在编曲完成后，它在 DAW 的播放效果大概是这样子。差距怎么这么大？我差点都不想继续了。我的版本闷臃肿，就好像一个胖子提着2桶水在这笨拙的走。表面上看原曲混响很大，但它大而清晰。我的混响一大，就立刻就臃肿浑浊。表面上我的低频更鼓起，但它鼓得发闷。原曲的低频下潜更深，而且紧凑扎实，一点都不拖泥带水。我感觉这好像是用 MIDI 做东西存在的一个通用问题。那我之前学习其他曲子时，混音线的听感也是这样。
OK， 那我们明白了差距，也就明确了我在混音时需要对准的方向。整个混音过程我就不具体展开了，我分享几个点。首先，我会导出所有麦的分轨，那比如好莱坞管弦，那是 close、mid、main 3个话筒，我会全部都导出，然后在混音的阶段再来做平衡，而不是在编曲时就先确定好。那我的模板设置可以让我快速的，几乎是一键式的把多个麦的分轨一次性导好。那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我的模板设置。混响的话，我这次用的是 Fat Filter 的 Pro R 和 EW 的 Space 2，整个曲子都是偏大的混响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我们从原声的听感中也能感受到，但在这个的基础上，我个人感觉原曲的铜管混响似乎并不大，感觉我混响一大，那铜管的音头就会糊。此外，这次的分轨处理并不多，很多分轨都保持在原始的样子，因为我考虑到原曲主要还是还原管弦乐原声的那种听感。那如果是之前模仿 Two Steps from Hell， 那我是给分轨加了比较重的压缩和 EQ 的。最后，在 Bass 和总线的处理上，我加了 Tape 激励，也调了 EQ。那整体调节方向是想模仿原曲那种微笑的平响曲线，虽然最后也学得不怎么像。那我也不知道是采样和录音间的差异，还是混音的问题。此外，虽然我用了 Match EQ， 但千万不要神化它，它只能让本来比较像的平响更加像一点点。但如果原来两者差的比较多， Match EQ 会调出非常诡异的感觉。这种时候我会回到分轨去考虑问题，而不是硬掰那个 Match EQ。 最后我们一起听听混音前后的变化。OK， 今天我们学了 John Williams 的海德薇主题，那光说不练可不行啊，我们得举一反三才行啊。于是我打开 QQ 音乐榜单，找一首我听过的歌里排名里面靠前的，结果是周杰伦的《兰亭序》。于是我决定用《兰亭序》的副歌旋律，用今天学到的 John Williams 的技法，配器、混音，改写一段《兰亭序》的管弦版，请把优雅打在公屏。